高雄在地人閒聊，台積電工程師最愛的4個租屋條件，挑對這幾點，他就會來租你的房子哦。先說結論，有這3個條件，工程師會想要租。第一，離公司越近越好；第二，只想租整層；第三，要有平面車位；第四，要有裝潢。裝潢就是看你能提供到什麼程度，或是軟裝，把它弄漂亮就好。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什麼時候要申請室內裝修許可，那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台積電工程師喜歡租哪種房子。這次我們來聊一個很多人賴我的問題會問的問題就是他買高雄的房子要來置產，然後聽我講工程師租客，好像很優質啊，他也想要置產一間，而且他專門就要租給台積電的工程師這樣，所以他就問我台積電工程師喜歡怎樣的房子。好，那在講工程師喜歡怎樣的房子之前，為了照顧一下新來的觀眾，我先分享一下為什麼很多房東會喜歡租給工程師而且特別點名要台積電工程師這樣。我整理一下幾點第一個優點，穩定的經濟實力，可能比你這個房東還強那我們不可否認，工程師的薪水相對高。現在台灣還有哪個產業強？就是這種電子業嘛那意思是他們可以負擔比較高的房租。我當然不是叫你說你看到對方是工程師，直接漲3000不是這樣，而是你可以做簡單的小整理、小化妝，讓他覺得說，這個3000貴的有道理那他租也就 OK 你也能收到比較高的租金那你的租金投報率就會變得比較高。另外，這個是我個人的觀察就是工程師比較少在欠租金，他就不會需要你3催4請比軍公教還要好，甚至他根本就不想見到你不想要看到你這個房東，很多都直接設定那個自動轉賬，或者是說他就直接跟你談那種年繳。你算我便宜年繳以後他也不想去煩這些事情這樣很好啊，對我們房東來說超好的第二個優點，生活很單純我當然也知道有那種每天會跑趴的工程師，但更多的是那種只要有電腦網絡他就可以活的工程師，所以你就是讓他網速夠快就好，你就包網絡，然後中華電信，你不要再用什麼奇怪的什麼寬頻業者，你就是中華電信就好了。那有快的 WiFi 然後有 OK 的房子，那就可以了。很多工程師也不煮飯的，就在那邊吃微波或煮泡麵，他也覺得沒差。這是他真的覺得沒差。我們以前忙起來的時候，到真的可以吃東西的時候，那個餐廳早就都關了。我也是吃超商，我吃超商幾年了，5、6年有。那意思就是說，他不會在那邊明火在那邊大火快炒那邊爆炒那邊燉雞湯的不會。所以等他推出，這個瓦斯爐怎麼他媽跟新的一樣？就這樣很好啊。第3個優點，動手能力極強。他是工程師他遇到問題的時候，他能自己處理，他立刻自己處理。就是我也不知道，這很奇怪面子問題。除非是要跟你確認的，比方說他訂東西要問你可不可以，不然的話，工程師就自己動手能力很強，難的嘛。當然我知道現在有女生工程師，但是那種換燈泡或什麼事情，他自己 Google 一下，他自己要動手，他根本不想跟你打交道這最好了。我八卦的時候要分享幾個我租工程師的那個故事。那如果他叫你來弄，他也會好好講例如說他網絡壞掉怎樣怎樣，他判斷應該是什麼什麼情況。我靠，那你都知道了不然你去用，然後那個你看多少錢跟我講，我另外再貼你1-2千塊給你自己做工錢就這樣。那如果是一般女生會怎麼跟你講？房東先生，網絡壞了，你可以來看一下嗎？我哪天不在家，你跟他時間就很難約你跟他說把插頭這個電源拔掉重插看看我不會用，我不敢用啦你來看一下。工程師就不會這樣，他就跟你說網絡不順，我重試過，狀況還是沒排除，我覺得看那個燈號好像是怎樣怎樣怎樣，那我已經約好那個裝那些工程師來不過我在上班你可不可以來幫我開下門之類的，就這樣都不用煩惱。所以你租給工程師的話，可以省去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麻煩。再來你要知道工程師喜歡哪一種房子，接下來我們就來聊工程師會想要租哪一種房子。我現在講範圍僅限高雄的蛋黃你不要跟我講說沒有新竹不是這樣沒有怎樣，日本熊本不是這樣，我就沒看到那裡去我來跟你分享我整理出來比較常見的幾個需求第一個離公司近，這個是真的就是這個跟他未來升遷有關係，反正就是有出狀況 call， 然後有人說我住很遠好，久了以後升官的都是那個 call 了30分鐘之內人會出現的，都是這樣台積電上班的時間很長，隨時會被call回去，而且它的相關的供應商也有簽那個協議，反正就是30分鐘之內料要送到，所以不止台積電它的供應商也會跑進來也有這個租屋的需求，而且他們會想要進。
近的意思是30分鐘哦，所以還好，真的還好。你不是說一定只能買它旁邊，像很有名嘛，之前地震不用之前，就每一次地震都是這樣，回南科的路就塞爆，因為大家都要趕回去調整機台哦，就是這樣。好，所以工程師如果自己租房子的話，會優先選擇離公司近的地方，但也不能太近哦，太近的話，媽什麼事情都 call 你哦。就是有一點點距離，可能是公司附近的吃飯街，這樣最好了哦。這樣子就回家順便買一點點吃的或喝的或者什麼，上去他的租屋處，然後再跑下來哦。上班什麼的也都很方便，還不用開車。除非他是帶家人一起來的，才會去考慮小孩的學區問題，然後租的會遠一點。第二點，只想租整層哦。這個整層的意思是對比台北所謂共生公寓這種東西哦，就是一個3房2廳，然後裡面有3組租客哦，都在高雄了，他就是這一戶就是他自己住就好了哦，都來高雄，高雄整層的租金對台積電工程師來說非常便宜，你看我隨便找的2房加車位哦，2萬出頭哦，這對台積電工程師來說沒有壓力啊，就算他一個人只身來高雄，他也願意去租哦，租這個比較。就不會再考慮什麼學生套房或共生公寓這種東西他也會找那個同事一起合租就來個室友，把那個2房過得像大學宿舍一樣，這非常的爽一起在那邊開副本或者幹嘛然後在一起上班你看這樣攤下來一個人1萬多超級輕鬆第三個要求平面車位這是我觀察到的，就是工程師很喜歡開電車電車尤其是特斯拉，不知道為什麼可能Elon Musk 吧，工程師出身，然後工程師看他都有一點，我也不知道電車真的工程師很容易去下單 Tesla 大概就 Model 3這樣。那如果有家庭就 Model Y 這是真的就是我看那些阿弟大概很喜歡很喜歡開那個 Tesla。你說 BBA 就是 Benz， 然後 BMW， 然後跟奧迪他們喜不喜歡也沒有不行但是如果有的選，他們會優先選特斯拉，即使那個社區沒有充電，他在外面超充站什麼他也甘願，就是這樣。好，電車還有一個問題，機械車位沒辦法用，很多因為機械車位有限重，現在的那個電車超級之重電車的本體加電池都可能都已經在超重的邊緣然後你人坐滿這樣進去就會超重，所以變成說電車沒有辦法停機械車位那你提供的是剛好是機械車位，工程師們不是那麼喜歡，那你有平面車位就沒差，沒充電樁是沒關係的。來第4個要求，有一點裝潢的房子。很多工程師都是被調來的調來他也沒準備那些家具啦，所以他喜歡直接拎包入住的房子，頂多下單買一買家電微波爐這種東西買一買就好了。對他來說就是你該弄的家具有弄一弄，剩下的他自己去看什麼 IKEA 補什麼桌子椅子，他自己方便弄就好了他不會差到哪裡去。然後我建議你可以買一個大電視65寸的現在65寸還1萬多而已，還不用2萬那這個在租屋市場裡面有一個大電視到65寸那麼大很少見這個是很加分，那個工程師是看了蠻爽的電視真的很便宜你就一個房子你還配一個小小的電視給他，沒有什麼必要，都真的是在2萬塊以內就找得到那種超大的電視，然後你不用幫他們拉什麼第4台，不用，他們現在都用自己的 Apple TV， 也不會需要看那個第4台，都直接開 YouTube 不然就是追劇 Netflix 這樣。如果你有試過別的做法劇本，工程師很買單的話留言留言跟我要看一下然後可以的話我就把它做上去。來最後你要知道工程師幹嘛不直接買高雄的房子那最後我們就來聊一個很常被問就是你台積電工程師收入那麼高，你幹嘛不直接買就好了，你幹嘛用租的，你覺得嘞我們來討論一下。我跟你分享我的版本第一個原因是資源呢，他沒有要待很久很多來高雄的工程師是来支援的，意思是待2-3年就要回去了去哪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对他來講，对你來講也一樣，你是來支援的，你買什麼房子未來還要轉手什麼還要管理很麻煩。第二個原因，政府打房，工程師可能已經在台北或新竹置產了，他工作多年要買房早就買了，我跟你講所以他現在在買也是撞到那個什麼2屋5成那第3屋自備要7成的問題，所以就算了然後工程師非常喜歡做股票那台股這麼好3萬多，你讓他去買房子，真的在工程師的眼中不如先去趴在股票裡面再說房子用租的就好，租金年繳也行，反正就2-3萬塊年繳就年繳就是這樣。高雄怎麼樣，用租的就好，先租啦這是心態的問題然後第3個原因也是心態問題，就是沒有調整好。就你知道台北人呢看慣了
他不一定是原生台北人他可能是北漂，北漂以後就留在台北，然後做新竹，所以他看慣了繁華的台北跟新竹，然後來高雄逛一圈，覺得也還好，就覺得高雄大工地建設中，只有愛河什麼流音中心，不要講那流音中心流行音樂中心，那個我們講高流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高流那附近比較漂亮而已其他到處的那個工地，所以他看久就覺得好像沒有很熱鬧呢。他手上即使有錢，他也不想要買一間來自產。如果你台積電的朋友也有這種心魔的話，你可以跟他分享我的會員影片保證他對高雄自產或新的看法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台積電工程師在高雄租房的需求，還有許多房東特別喜歡租給工程師的原因。那工程師喜歡租離公司近、整層有裝潢而且有平面車位的房子。結論就是，你想要吸引到台積電工程師租客，最好能夠滿足上面幾個條件，讓你租金的投報率會比較高我們租金投報率比較高，不是硬生生漲人家價錢，而是我們提供更好的東西，然後收更高的房租他也願意付這種雙贏的結果，還是一個好房東該有的操守跟作為。我自己是這樣想，直接漲價誰不會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工程師租房子的優點是什麼？ A. 租金比較高， B. 不太會吵鬧， C. 準時付租金。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自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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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说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自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自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台積電工程師我已經親自聊過好幾位了所以那個留言我之前一講工程師台積電什麼，底下有沒有留言我同學什麼，媽的我直接採訪了好幾位，所以我手上是有樣本的，然後我包含那個新鮮的就還沒結婚的跟西家帶眷的，我通通都有訪問過了。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你，就是他們都覺得高雄很便宜我要表達是我手上有正確的樣本，就在高雄台積電那不要在那邊道聽途說，听人家亂講什麼有的沒的。然後年輕人是這樣，就是除非他對高雄有熟悉，不然的話很難做出這個決定，叫做我就住市區，我就搭捷運，很難他們就給他買在楠梓，就給他買在高大特區，真的我說你買那幹嘛？我不知道我那個前輩他們就學長他們都
叫我買那我就買了哦，另一個用租的哦，叫我住那裡我就因為那個學長已經買好了，他叫我進去住，然後我就去住了，就是這樣哦，不會花那個時間去研究高雄房地產，不會了哦，單身就是這樣，所以單身哦，你叫他現在要買難吶，我說你們會待多久？我也不知道隨便啦哦，之後可能去日本吧，看有沒有機會去美國啊，就看啊，反正自己一個人呢也還沒女朋友，這個很好調動啊，這個沒差。我就問說按年薪範圍大概多少？他說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們都差不多啦，大概300多塊400，你看，所以你要他去付那個什麼租金年繳，那對他來講是1/10的年收入，所以很好啊。好，我也有問到說，就是單身還沒結婚的一個，反正你看起來也是屁的人，屁孩的人，他學歷很好哦，然後就台積電阿弟，然後他有買房哦，他有買買在哪裡？買在楠梓哦，我說。你幹嘛不住美術館什麼？我哪知道啊，我就很忙嘛，反正就不知道嘛。一樣啊，是學長學姐叫我買，我就買了，就買在楠梓那邊。然後什麼藍田國小或是怎樣，他是用買的。我說那你自己目前住的怎樣？他說我自己額外租，我也沒住。我靠，那你在搞什麼？他說沒差，就是喊資源我要到因為要準備，反正就我前面講升官他還有要往上爬的那個。企圖的話就是喊資源，你人盡快到就對了。那久了以後升官當然升你啊，不然升誰哦？他說他們也有組內的是住屏東這樣通勤也行啊。你要 call 資源，他沒辦法來啊，沒辦法來，久了1次2次10次以後，升官就沒他的份。總之就是這樣，所以他自己在高雄自產買在楠梓，他反而也跑到那個。好，這個是單身的情況。然後我問到那個帶小孩的帶小孩是這樣，他的家人目前還在新竹，然後他先下來高雄然後先看好學區那些老婆看，然後他就負責出錢把房子買下來。選哪裡？美術館，就是美術館，看來看去選美術館，不然就農16。然後他看一看他老婆假日有來啊，或者怎樣的，他說比較喜歡美術館這邊的環境跟學區，對，果然都跟我講的一樣。所以單身的租為主，你要單身去自產很稀有啦，他們都在炒股票。那家庭的話美術館為什麼？因為美術館你這樣子開車去台積電，真的是20分鐘之內會到。你說塞是有多塞？還好啊，我白天我故意走過一次，沒有像人家傳的那麼誇張。而且你要去台積電，你也不是舉家都要去台積電，你的老婆小孩都覺得不會嘛。所以通常是這個老公自己 autobike 起來那你看你要走銀大路順便帶早餐，還是你就直接翠華路過去很方便我說是你們有做功課，你們給他買在美術館，還是你的那個同事都這樣？他說都這樣，只要有帶小孩有學區考量了，不是農16就是美術館。我說不考慮楠梓嗎？他說沒考慮就有市區就有百貨公司我沒有考慮要住楠梓就這樣。所以這族群有差租房的那種單身小青年，那個我們就不理他，反正就是他愛去哪住都可以。但是一考慮自產，一考慮那個學區一考慮生活機能，你說工程師要什麼百貨公司，他老婆要啊，對不對？他老婆要啊，要逛，要做指甲，要做頭髮，要跟閨蜜喝下午茶，他老婆要啊。農16美術館就這樣，美術館是因為這個房價對他們來說還很便宜，他們從一坪70、80的竹北下來看看高雄，我靠，怎麼那種居住正義？我靠，這個公園真的假的？那就很舒服很 chill 然後怎麼都還在4000以下因為竹北已經動不動給你飄上4000以上，他們也是4000萬的那個豪宅限規則所以只要攜家帶眷他們都會考慮美術館更高級的考慮會考慮在小孩念哪個學校，跟學區比較無關，高雄美國學校但是那個我們就不討論總之就是在地在生養有學區考量美術館不然就是農16那老婆會比較喜歡放鬆一點的環境，就跟你在台北，你想要住信義區還是住大安區你這個就有差。信義區就是繁華亞都期然後那個大安區的話，大概就慢跑退休生活。那個女生比較喜歡美術館因為你都帶小孩了，還不需要外面車水馬龍或是什麼。所以我現在訪談到的樣本就是這樣，那不是什麼多正經的訪談就是你台積問一下大概就是這樣，給你參考。那工程師他們家庭在租但是在自產我們先不講，反正你去看我會影片，那他們也會先租也有先租他們怎麼選平面車位一定要，因為小孩接送，然後學區
以外啊，沒有什麼額外的需求我看起來是洗脫烘洗脫烘他們就不想要再去那邊曬衣服或是幹嘛洗脫烘留給他，其他他們自己都有辦法搞定然後這個社區電梯大樓有那邊收垃圾就是24小時你就可以丟垃圾，然後帶收包沒什麼，很正常。中古的也沒關係，反正你在美術館，你在北高雄的這邊call你大概30分鐘之內都還有辦法出現在廠區裡頭就 OK。所以家庭的需求跟那個單身小青年的需求本來就不一樣。我們要做房東我們要租給誰？我個人還是建議你往家庭需求的這邊邁進，會理想非常多。反正你最好有車位嘛，那就是3房平車，然後中古真的沒關係。因為我們高雄的中古對他們來說也都是新興的房子，尤其是那個台北下來的，那麼便宜，這個租金那麼便宜就可以住到大樓，那很好啊。然後看起來也沒很舊啊。好，然後家具店什麼的都整理了好好的，他們都覺得很讚，真的。然後你的租金又高，之前在談呢，那就是年繳对他們來說真的都一點壓力都沒有，甚至說，年繳可以打幾折，9折可不可以？好，那我们來算，我說95折行不行？行啊，隨便就是這樣。台積電工程師的租客真的很棒真的很棒。你如果在高雄有自產的話，真的是想辦法把握一下這邊的租客。來，你認識律師朋友嗎？沒有的話，你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認識的超強律師朋友介紹給你，聽好婚前財產分配、婚後財產分別、買賣房屋糾紛、買到漏水屋、買到凶宅、預售屋廣告騙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隱瞞事實、擔心合約有陷阱、樓上漏水不修、遺產分配不公、贈與小孩房子、擔心房子被詐騙、借名登記不肯還、遇到裝潢蟑螂、驗屋驗到想告人、室內裝潢糾紛、法拍屋糾紛、車禍賠償糾紛、家人遇到詐騙、土地被霸佔、遺囑相關問題、對付2鄰居、對付2房東、對付2租客。剛念的有中一個你就加了馬上就問。賴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對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會越難處理。祝你順利。